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啊，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我们的女主角小婷是广州一位内衣模特，身高1.72米，身材凹凸有致，特别是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和修长的美腿，在业内可是小有名气。男主角阿杰则是来自台湾的小鲜肉，帅气阳光，家境优渥，两人的相遇简直就是狗血剧的开端。我当时真的只是想玩玩而已，根本没想到会栽在他手上。小婷坐在我面前，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那是2013年的夏天，小婷应邀到台北参加一场内衣品牌的走秀活动。刚从大学毕业的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对爱情却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那时候我就想，台湾男生不是都很温柔体贴吗？不如趁这个机会找一个台湾小奶狗谈个恋爱，玩个3个月就闪人呗。小婷笑着回忆道，但笑容中却带着一丝苦涩。彼时的小婷年轻貌美，刚刚在广州站稳脚跟，每个月的收入就有2-3万，在同龄人中算是相当不错了。她骄傲、自信，甚至有点飘飘然，觉得凭借自己的条件拿下一个台湾男生简直是手到擒来。然而天不遂人愿，在一次走秀后的派对上，小婷遇见了担任活动摄影师的阿杰。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随意的挽起，露出线条分明的手臂，手里拿着相机，认真工作的样子特别迷人。小婷描述道，我当时就被他吸引住了。阿杰比小婷大2岁，毕业于台湾知名大学摄影系，家里在台北市区有几套房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家境优渥。这样的条件在台湾也是很抢手的对象。我那时候傻乎乎的以为台湾人都很穷，台湾经济不行，没想到他家竟然这么有钱。小婷说道，眼中闪烁着惊讶的光芒。是的，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认为台湾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实际上，台湾社会相当发达，人均 GDP 高于大陆很多地区，民众的生活品质、社会福利、医疗水平都非常优秀。阿杰向小婷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与大陆男生不同，阿杰的追求方式细腻、体贴，不张扬，却让小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被珍视的感觉。他从不会说那些肉麻的情话，但每次见面都会准备小惊喜。有一次，我随口提了一句喜欢看日落，第二天他就带我去了淡水，就为了看那里的夕阳。小婷回忆道，那种细腻的体贴是我之前谈过的大陆男友都没有的。台湾男生的细腻和浪漫，很大程度上源于台湾社会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对台湾有深远影响，使得台湾男生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细腻、含蓄，而不是大陆男生常见的大刀阔斧式的追求。我当时心想，这样的男生玩玩也不错啊。小婷笑着说，阿杰的家人也很快接受了小婷。大家会知道，在传统的台湾家庭中，长辈对于子女的另一半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要求，尤其是对于大陆姑娘，难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阿杰的父母是大学教授，思想开明，他们很快就爱上了活泼开朗的小婷。他妈妈特别喜欢我，总说我有一股子干劲，不像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太佛系了。小婷笑着说，而且我那时候身材正好，腰细腿长，穿什么都好看，阿杰的朋友们都羡慕死他了。确实，小婷当时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85公斤的体重，58厘米的腰围，修长的美腿，加上温柔的眼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目光的焦点。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人很快就遇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刚开始我以为他是装的，台湾男生不是都很帅气多金吗？怎么平时出去约会他总是 AA 制呢？小婷皱着眉头说，在台湾 AA 制是很常见的约会方式，这源于台湾社会平等的性别观念。而在大陆，尤其是在南方城市，男生往往会主动承担约会的全部费用，这被视为一种责任和担当。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他小气，而是台湾的约会文化就是这样的。台湾女生追求的是平等，大陆女生更看重的是男生的担当。小婷解释道，除了约会方式，两人在消费观念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小婷习惯了大陆1线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喜欢购买奢侈品、高端化妆品，对物质生活有着较高的追求。
而阿杰则秉承着台湾人的质朴生活态度，注重品质而非品牌，讲究精致而非奢华。有一次我生日，我以为他会送我一个大牌包包，结果他送了我一盆他自己种的多肉植物，说是希望我们的爱情像这盆植物一样细水长流，日久弥新。小婷苦笑道，虽然很浪漫，但当时的我真的有点失望。这种消费观念的差异源于两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价值观念。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一批年轻人对物质生活的强烈追求，而台湾社会发展较为成熟，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满足。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两人之间的火花依旧炽热。阿杰温柔体贴的性格和小婷热情奔放的天性在一起碰撞出了令人心动的火花。我必须承认，他是我交往过的男生中最懂得怎么让女生开心的一个。小婷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无论是生活中的小细节，还是在那方面的体贴，她都做得很到位。两人在台北的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小婷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光。白天，阿杰带着小婷游遍了台北的大街小巷，从繁华的信义区到古色古香的九份，从热闹的夜市到宁静的阳明山。晚上，两人依偎在一起，诉说着彼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投入，他经常拉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爱你，那种感觉真的让人沉醉。小婷微闭着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3个月的签证即将到期，小婷面临着回广州的抉择。原本只打算玩玩的她，此时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阿杰，舍不得离开。我当时就想，要不我留下来吧，反正在台湾也能接一些模特的工作。小婷说道，但父母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我在台湾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身份。阿杰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在台北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家人朋友都在这里，而且他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年龄渐长，需要他的照顾，但他又深深地爱着小婷，不愿意让她离开。我们为此争吵过很多次，最后我决定先回广州，等我们都想好了再做决定。小婷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小婷带着满心的不舍回到了广州，开始了两人的异地恋生活。异地恋是对任何一对恋人的严峻考验，对于刚刚陷入爱河的小婷和阿杰来说，这种分离尤为痛苦。刚开始我们每天都会视频，他经常给我发一些小视频，记录他的日常生活，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也在他身边。小婷回忆道，但是慢慢的，时差、工作压力、生活环境的不同都成了我们之间的障碍。在广州，小婷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到了越来越多的模特工作，收入也水涨船高。而在台北，阿杰的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始筹备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时间被工作占据的越来越多，两人联系的频率逐渐降低，从每天视频变成了隔几天通话，再到最后只是偶尔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对方的动态。我那时候真的很痛苦，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算了，精神上的孤独感更是让我崩溃。小婷坦言，有几次我差点就忍不住去找别的男生了，但最后还是忍住了。阿杰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一次深夜通话中，他向小婷袒露心声，我好想你，想你的声音，想你的笑容，想你身上的味道，想和你一起度过每一个夜晚。这种分离带来的痛苦，让两人都开始思考他们的未来，是继续这样煎熬的异地下去，还是有一方做出牺牲，去到对方的城市。就在小婷即将崩溃的时候，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她。广州一家知名内衣品牌看中了小婷的气质和身材，邀请她做首席代言人，不仅薪酬丰厚，还可以获得不少股份。那时候我真的超级兴奋，我从一个普通模特一下子成了品牌代言人，年收入直接翻了10倍。小婷激动地说，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阿杰这个好消息。然而阿杰的反应却出乎小婷的意料，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了许久，然后低声说，恭喜你，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更不可能来台北了？是的，这份工作意味着小婷必须留在广州，而且会更加忙碌。两人的距离似乎被拉得更远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地理距离，还有生活轨迹的差异。小婷叹息道，我在广州事业正起步，
他在台北也有自己的规划，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是现代年轻人常面临的困境。爱情与事业该如何取舍？尤其是对于像小婷这样刚刚获得事业起步机会的女性来说，这个选择尤为艰难。在台湾社会，女性的独立性和职业发展受到较高重视，婚姻不再是女性的唯一出路。而在大陆，尽管近年来女性意识觉醒，但30而嫁的传统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小婷父母那一辈人的观念中。我妈天天催我赶紧把阿杰带回来，说再不结婚我就要变成剩女了。小婷无奈地笑着说，但阿杰的父母却很支持他追求事业，说感情的事不急于一时。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导致两人在处理感情问题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就在两人的关系陷入僵局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一切。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知，说我们品牌要在台湾开拓市场，需要我去台北参加为期1个月的宣传活动。小婷的眼睛亮了起来，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意味着她可以和阿杰重聚1个月。对于已经分别半年多的恋人来说，这无异于久旱逢甘霖。小婷兴奋地收拾行李，准备飞往台北。她特意选了几套最性感的内衣，想要给阿杰一个惊喜。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和他重逢的场景，我穿着性感的衣服，他会怎样惊讶，会怎样激动？小婷害羞地笑着说，你知道的，久别重逢吗？然而，现实总是不如想象中美好。当小婷满怀期待地来到台北，却发现阿杰变了，他好像不再是那个为我疯狂的男孩了。虽然还是很温柔，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思不全在我身上。小婷困惑地说，原来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阿杰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摄影工作室刚刚起步，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工作室的合伙人是一位同样毕业于摄影系的台湾女孩小琪，两人因为工作关系走得很近。我当时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小婷的声音低沉下来，但又不好直接问，怕显得我很不信任她。这种猜疑和不安全感在异地恋情中尤为常见，地理距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放大双方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当其中一方的社交圈发生变化时，误会在一次意外中爆发了。那天，小婷参加完宣传活动后，想给阿杰一个惊喜，直接去了他的工作室。当他推开门，看到的却是阿杰和小琪正在亲切交谈，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有些暧昧。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直接转身就走。小婷语气中带着痛苦。阿杰追出来解释，说他们只是在讨论工作，但我已经不想听了。这场误会引发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大争吵。小婷指责阿杰变心，阿杰则委屈地反驳说小婷太敏感，不够信任他。争吵最终以小婷含泪离开告终。那晚我在酒店哭了整整1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婷回忆道，一方面我真的很爱他，另一方面又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天，阿杰来到酒店，带着一束玫瑰和诚恳的道歉。他向小婷保证，自己和小琪只是工作伙伴，绝无他意。他说，我爱的人只有你，从第一次见到你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只属于你一个人。小婷模仿着阿杰的语气，嘴角微微上扬，谁能抵抗这样的告白呢？两人和好如初，剩下的日子里，阿杰尽可能的抽出时间陪伴小婷，带她游览台北的各个角落。两人的感情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甜蜜，那段时间真的很美好。小婷眼神迷离，尤其是那些夜晚，我们的身体紧紧相依，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2个人。小婷曼妙的身材和阿杰健硕的体魄，在那些缠绵的夜晚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的乐章。那种身体和灵魂都得到满足的感觉，让小婷更加确信，阿杰就是她此生的挚爱。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小婷又一次面临着分别的痛苦。这一次，两人都下定决心要解决异地的问题。我们坐在台北101大楼下的咖啡厅里，讨论我们的未来。小婷回忆道，阿杰说他愿意放弃台北的一切，跟我去广州发展。阿杰的决定让小婷既感动又惊讶。在台湾，阿杰有稳定的工作、刚起步的事业和温馨的家庭。
而在广州，他却要从零开始，面临语言、文化、就业等各方面的挑战。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他说因为他知道我在广州的事业正在起步，不忍心让我放弃。小婷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就这样，两人做出了决定，阿杰将在3个月后前往广州和小婷一起生活。在此之前，他需要处理好台北的工作和家庭事务。小婷带着甜蜜的期待回到了广州，开始为两人的同居生活做准备。她租了一套更大的公寓，精心布置了每一个角落，期待着阿杰的到来。我把卧室布置得特别浪漫，买了新的床品，挂了我们的合照，还特意选了一款他喜欢的香薰。小婷害羞地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然而，命运再次和小婷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阿杰即将前往广州的前一周，小婷收到了他的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阿杰声音沙哑，充满歉意，对不起，我可能不能去广州了，我爸突发脑溢血，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击碎了小婷所有的期待和梦想。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不停地问他爸爸的情况，告诉他一切会好起来的。小婷叹息道，但我心里清楚，这意味着我们的计划又要搁置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杰的生活完全被父亲的康复治疗占据，作为独子的他，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而小婷也陷入了工作的漩涡，品牌代言和各种商业活动让她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两人的联系再次变得稀疏，那种刚刚重燃的热情似乎又一次被现实的寒风吹灭。有一天晚上，我在刷社交媒体，无意中看到了阿杰和小琪的合照。小婷的声音变得冰冷，照片上他们站在工作室门口，笑得那么开心，而配文是新的开始，期待未来。这张照片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婷愤怒地给阿杰打电话质问，阿杰解释说那只是工作室扩建的庆祝照片，但小婷已经不愿意相信了。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了。小婷痛苦地说，我不能再这样自欺欺人下去了。就这样，在经历了1年多的异地恋后，小婷选择了结束这段感情。时光荏苒，10年转瞬即逝。当年那个青春靓丽的内衣模特小婷，如今已是一位成功的内衣品牌创始人，而当年那个帅气阳光的台湾小伙阿杰，也成为了台湾知名的摄影师。这10年来，我一直没有联系过他，也刻意避开所有可能与他相关的消息。小婷平静地说，直到去年，我因为品牌拓展，再次去到台北，命运的安排总是如此奇妙。在一次商业活动上，小婷再次遇见了阿杰。10年的时光在他脸上留下了成熟的印记，但那双眼睛依然如当年般温柔。我们坐下来喝了杯咖啡，聊了很多。小婷轻声说，然后他告诉了我那个不为人知的真相。原来，当年阿杰的父亲生病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高昂的医疗费用耗尽了家里的积蓄，阿杰不得不放弃去广州的计划，全身心投入工作以维持家计。他说他不忍心告诉我实情，不想让我为他担心，也不想因为这些问题影响我的事业发展。小婷的声音哽咽了，她宁愿让我恨他，也不愿拖累我。而那张引起误会的照片，确实只是工作室扩建的庆祝照片。阿杰和小琪之间从始至终都只是工作伙伴的关系，他们共同努力，才使得工作室在困境中存活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小婷的眼泪夺眶而出。如果当时我能多一点信任，多一点耐心，或许我们的结局会完全不同。10年后的今天，阿杰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小婷也有了新的伴侣，事业蒸蒸日上。两人之间的那段感情已经成为彼此生命中美丽的回忆。他临走时对我说，谢谢你当年闯入我的生活，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情。虽然我们最终没能在一起，但那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小婷微笑着说，泪水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小婷和阿杰的故事折射出了无数跨文化恋情中的普遍困境。地理距离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是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家庭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这些差异在恋爱初期可能被激情掩盖，但随着时间推移，终将浮出水面。在台湾，家庭责任被视为不可推卸的义务，子女对父母的照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大陆，尤其是在当代年轻人中，个人发展有时会被置于家庭责任之上。我现在明白了，阿杰当时的选择是他那个文化背景下唯一正确的选择。小婷感慨道，而我当时太年轻，太自我，没能理解这一点。同时，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差异。台湾的医疗保险系统相对完善，但对于重大疾病，家庭依然需要承担较大经济压力。而大陆的医疗保险体系虽在不断完善，但个人负担比例仍然较高。如果当时我们能更坦诚地沟通，或许就能一起面对这些困难。小婷叹息道，但年轻时的骄傲和固执，让我们失去了共同成长的机会。小婷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从最初只想玩3个月就闪人的轻浮态度，到后来深陷爱情无法自拔，从误会重重的痛苦煎熬，到10年后了解真相的释然，这一路走来，小婷经历了太多，也成长了太多。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对年轻的自己说，爱一个人就要学会信任和包容，爱一个人就要愿意为他付出和牺牲，爱一个人就要理解他的文化和价值观。小婷微笑着说，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对于那些正在经历跨文化恋情的年轻人，小婷有这样的建议：多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当妥协。最重要的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坦诚沟通，不要让误会和猜疑毁掉一段美好的感情。爱情没有国界，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爱情确实需要双方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希望每一对跨文化恋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道路。大家好，我是丽姐，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请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